现在是下午的不是，现在是下午的1点57分。我们约好了就是2点准时开录，所以大家就是有先到现场的，他们现在已经很慌张的在上厕所啊，补妆的补妆啊。今天是特别企划，所以就是今天大概录影的嘉宾只有4个人，但是跟来吃的应该有20个吧，我在想，所以他们还没到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喝了。1点58分，我已经调了闹钟，它2点准时会响。你们待会就看到底谁到谁没到。来了，现在是下午2点钟。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钟郑元畅，欢迎来到郑元畅之不专业厨房第2季。我们今天呢是特别企划，看到我身上穿的衣服就知道，我们今天迎来了就是不专业厨房。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吵？我们特别请了收音团队，待会可以拍一下我们收音团队。我们之前拍摄都没有这么大阵仗，今天就是为了就是来了3位超级巨星，所以才有这么大的阵仗。来，乔乔，我先走了。不是，重点是你烦不烦？你怎么又来啦？录到会怕。你是不是又会录到会怕？是不是？对，我告诉你，该还的还是得还，因为巧巧来到我们第1集的时候没有喝。不是，我喝红酒心跳会很快。那我今天还有准备香槟。不是香槟我更不行。我们还有啤酒。这个我可以。好，不要有气的我可以。但我们第一杯要干杯的。不要啦，不行啦。你待会叫别人帮你喝，我可以帮你喝啦。先沾一下就好。先沾一下，我们等人到齐的时候。我的分量就这样你要我现在结束？所以你说你从头到尾只喝这一杯吧？因为我不喝酒的。你不？我完全不喝酒。不是我待会要讲到你喝不喝酒这个问题。我遇到谢家健跟我讲说，你乔乔他是一个不会在镜头面前喝，就是让自己很放肆的喝酒。你在看屁，我是真的走跳的人，谁不会喝酒？问这些。所以你跟我在演艺圈综合18年，神经病。谁看过我喝酒？我在演艺圈综合18年，我也没看过我喝酒。我没看过你呀，我是没看过你，好不好？我是唬烂你，我真的没有喝酒啦。好啦，等个你要坐在沙发上，是不是？不要，都可以。去别麦。干杯！其实啊，就是真的要喝完哦。好。好可怕哦！演艺圈的前辈这样。前辈姐，你不要这么说。我们2个从来没有上一个通告前在吃解酒姜黄的。我常常我每一次录影之前我都会喝。你把2个女明星搞成这样。对，我们刚在来的路上，在车上，经纪人就分那个解酒的东西给大家吃，然后我一边吃就拿在手上，就想说，我们现在到底要去什么通告？为什么要在到通告之前要吃这些？我觉得你经纪人这样做就不对了，因为我们这真的不是一个通告。我们真的今天我们就是特别选在了这个地方，就是阳明山，然后是一个很度假的地方。我们重点就是想要营造就是几个朋友大家出来，然后露营。其实今天的 idea 是来自于我们那时候在拍戏的时候，然后不是说想要做一个户外版的，比较不一样。所以但因为台北的场地有限，然后大家都很忙，所以我们只好不能走太远。对，不能走太远。然后因为你知道大家时间很难瞧，好不容易把大家瞧在一起。所以你们平常酒喝得多吗？睡前我会喝一些。你平常都不喝的，你也不喝？真的不喝，我顶多吃饭的时候小酌一下。你需要吃东西吗？餐酒。有一点或是说，你可能吃完饭，你可能看个电影还是什么，在家自己看影集。所以你是擅长喝，只是都喝很少。我喝很少，就喝不多。我没办法喝快啦，因为就是常常听你好像在讲，要不要喝一杯，喝一杯，以为你很会喝。我们今天从头到尾跟戏有关的问题，我都不会问。太棒了！太棒了，因为我们也无话可说，因为什么都不能说。不是，就是任何什么媒体会问说，你这拍戏有什么跟他合作感觉是什么啊？还有印象最深刻的戏啊，你想当什么神？对，你想当什么？想有什么超能力？对，回答了快100次。不会问，也不会聊，我们都是往就是比如说比较深入的话题。像是什么呢？像是说，你跟你老公感情现在怎么样之类的这种，开玩笑的啦。但从这个话题延伸出来，我是对你们有很好奇，因为你们2个结婚，然后我非常好奇的就是因为
我从演员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会想说，我在戏里面谈恋爱，但我回到了家以后，我面对我的另外一半的时候，要怎么去切割？因为有些人我有认识有些人是会把工作现场的情绪带回家的，然后他的另外一半就得有点辛苦，对，很辛苦，就必须得承受，对。然后有些人是就是在家门口就不会带进来的。我也听过，我也觉得很神，居然可以就是切掉，然后就回家。我有听过这种演员。我说会把他带回家，那个都是天王天后级的那一种。你的天王天后是很红还是很会演？是哪一种意思？同样，就是很红跟很会演。那我应该不算什么天王天后，但是我也是不小心会带回家的人。那所以你面对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还是你的另外一半已经习惯？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要练习，不是一开始就可以。你的另外一半要练习，都要双方，所以我觉得其实跟同行结婚也是不错，就是他比较能理解。对，因为他大概知道你可能发生什么事。对啊，就是而且我觉得不是另外一半，也是家人都会，就是因为你在戏里有另外一群家人。就是都会有一点点，你跟你的家人不会这么靠近，对，因为你的另外一半是每天你张开眼睛都睡在你旁边，那个很容易就是你心里就是你不要说女生很敏感，男生都很敏感。对啊，就是我觉得都敏感啦，都很敏感，就是你在一个睡在你旁边的人，他在想别人，你是感觉得出来的。没错没错。但你想的那个人是因为你工作的需要，是，对。你可能不是在想你工作的另外一半，你可能还在想你的剧本，对，你怎么故事状态，明天现场的环境氛围，那所有的东西都很容易带回家。但我问的是爱情这一块，你是问爱情这一块，因为大家都拍了很多那个爱情剧，确实是有点难，而且我觉得对方的体谅要蛮多的。对，然后可能就是如果演到那种正在热恋的戏啊，就是可能你要稍微压抑一下，不要跟他分享这些。Nope。对，因为我觉得，但他也很难分享吧。因为你知道我是那种，就是你怎么那么爱分享，而且我就觉得是控制狂，他就是很想要知道你就工作的细节什么的。可是我的经验就是，不论包括我第一任男友，我都是觉得其实他们，因为他们都可以理解，这就是你的专业，你在拍一个爱情剧。可是其实他们并不想知道那么多，谁会想要听你每天回家说，哎，我今天跟我剧中的另外一个男主角，然后怎么样，他多可爱，或者是这个戏多好看，这也太白目了吧？对，今天拍到一场戏，我就觉得哇，好怎么样？对，很心动什么？所以你们不会主动提。小时候不懂的时候所以就那现在会主动。现在我觉得能压抑就。哦，你说小时候会主动讲，就觉得你还是回家会想说跟自己的男朋友啊、分享说，你今天拍了什么？如果今天刚好就是爱情戏，你可能就会提到那个男主角多一点。然后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其实这样蛮残忍的，就是应该要压抑自己对工作的那种热情或者火花，就因为他根本没有必要知道。对，但是我觉得以对方的立场，就是他要练习。我真心觉得看人，因为我觉得你真正的另外一半，他真的想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他就是想要只分享，就听你分享，他也想跟你分享。只是刚好你们的职业别不同。对。而已。我第一个男友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太小了，我还有，你看这个。你第一杯没给我干杯。有啦。这个节目是可以讲。可以，你想我都可以。哇，真的假的？你想要说什么都可以。你还在吗？我还在。你飞到嘞。干。可以讲，但可以用吗？你经纪人一定会把它修掉的，刚你就尽量讲呗。多讲点黄色笑话。不是，对你都来，你就用一个黄色笑话什么，你就直接开场吧。我是不能问是不是？你为什么问他这么知性的问题？问我？不是，我也想要分享一下拍戏的状态啊，怎么不是？我就想说你就先用一个黄色笑话开场嘛。没有，我没有办法这样开场，我顶多只是就是爱乱接人家。对他要就是有那个 timing，我不是那种自己突然讲一个。所以你喜欢？还是要看一下生涯规划。我告诉你们就是偶包太重。没有，回答很诚恳。生涯规划就是你今天计划到这个人生规划这个阶段的。对啊，不就是这样吗？这完全是正确答案呢。这才
很诚恳，对对啊对对，但也是正确答案。正确答案你有感有们两个，我告诉你们，就是偶包太重没有。没有，我私下也不聊这个。你知道我们天蝎座人不轻易跟别人聊这个。我也是，对，我不会跟别人聊这个的，就是这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事情。对，这个我只跟我另外一半聊，完全是这样。那一面别人所以看不到你刚刚其实算透露。所以你也会跟你的另外一半聊什么？不然跟谁聊？还不会跟他聊，我当然说另外一半聊。哦，对啊，我不跟我连姐妹我都不聊这个，不可能。真的真的真的。但其实我也不会，就是所以你的回到另外一半是真实生活。你最好的朋友，比好姐妹更好的朋友。啊，不能这样讲啦，看事情啦。我觉得应该是说，所以就是你认为这是很私密的了，有对不对？对有事情可以只能跟姐妹讲，有事情只能跟另外一半讲。没错他们是不同的那个灵魂伴侣。分享的东西的类型不同。没错没错。没有，我真的只是就是对你们有好奇的，就是想问。刚刚就是我最想问的问题，但你有想要问我们大家什么问题吗？有一个，其实我很好奇，我觉得是现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一样的心情，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好多哦，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总是觉得就是时间好像停了，就感觉好像做很多事，然后时间没有在前进，有时候会这样，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子，感觉你工作一直来，然后一直那是你吧？我没有觉得是。你去当红啊，所以工不是作才接不完啊有时候不见得是工作啊，就是你事情你做很多事情。对啊，时间停了什么意思？就是有一种觉得时间没有在前进的感觉，就是好像从是进度疫吗情疫情那一刻就停了。我没有感觉，我一直觉得还是蛮真的哦就换一个形式的很充实。我觉得时间一直在往前，好可怕。对我反而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也觉得过了。就是啊，不要而且你再往前就是了。突然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没做，然后一年又过了。你看中秋节对啊一过今年就下半年了耶，其实对啊已经快要现在也是今年快结束准马上备跨年圣诞节就要了。跨年了。对啊，对啊，然后我们细播一播，然后就明年见了。戏会播到明年吗？我不知道。会1月。会。来 stop，我们今天不聊戏。因为今天穿直接穿上从头到尾都是，我们今天不讲戏，不讲戏，不想完全不讲不行，因为你在这里。但是不能讲啊。对，哎，我有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是演员，嗯，你们大家会有那种出戏很困难的感觉吗？我其实不怕出戏难的，我比较怕入不了戏。真的哦。其实我觉得也是总比我比较怕入不了戏。对，总比就是入不了好吧？就是入不了比较。所以你有比较不好出不了吗？我有一个经验啊，我有一次请说有一次出不了，什么样的剧情让你出不了戏？因为那个剧情其实最后的诗句就是在演一个很贫，在讲青年贫穷这件事情，反正整出戏非常不愉快，然后不管是体力、肉体上都是拍戏剧组不愉快还是不是不愉快哦剧组那个戏的氛围故事跟你的角角色色很不愉快，沉就对了。最后还要把自己这样子弄掉。 OK OK。但我一直觉得，是进不去还是出不来？我现在讲出不来嘛我觉得我对不对出不来。嗯。我不是真的出不来，我觉得我出来了，我觉得杀青也很快乐。但有一天在家就突然间不知道哪里断线，然后我那时候是租屋，住一个楼中楼，2楼全部都是玻璃，因为他们需要那个房东想要天然采光这样。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就直接想跳下去沙发拿起来，把那个玻璃全部砸烂，然后你好严重哦。然后醒过来就，怎么变这样？你好严重，就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影响。对，附身下一秒开始附身的感觉 Google 说那个哪里有维修玻璃所以那当下你有喝醉吗？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就突然一个这样俩起来，就那就是很严重，对对，蛮严重的就是。精神还被牵在那个事情上。好可怜哦。所以我家的那时候你狗很可的家人，怜，对啊，已经它吓死了，对吧？那时候你的吓死家人跟你的另外一半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包容你。还是你一个人住？我就跟我的狗，那个案发现场只有我跟我的狗。那你的狗必须得非常包容你。最包容我，全世界应该就我的狗了。它就在旁边这样一直这样。好可怜哦，吓死了。是酷哥吧？柏油，柏油，哦，那时候是柏油。对，但你们都没有这种困扰，你们只有担心入不了戏哦，没有出来要花一些程序，或是要花一定的时间才可以。可是那个是不自觉，那个当然是不自觉，谁想要不？知道。对啊，谁想要都结束，对对啊啊，都结束了，剧组都解散，有时候景都被拆掉了，还但我觉得留在那。就是需要一些时间，你沉淀一下，放空一下，然后回到自己的生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就是需要时间啦。但有时候你说多久也不一定，那我觉得看个过程每个不会很戏痛苦每个角色不太一样。对你来讲，
就是很自然。你有演过没有很痛我觉得有时候苦的角色吗会啊？很痛苦的角色。我觉得不一定是痛苦，有的时候是太温暖了也会。那个家庭就是，然后你舍不得离开。没错，我比较容易中这个哎，这个我也会，但我只是会怀念跟想念，可是不会觉得不舒服。不会，这就真的不会。但我想问的就是，你没有那种很痛苦的那个，像他那个可能都还要自杀的角色，然后你回到戏里面，你还带着忧郁回到你的生活里面，你不会我哦？有啊，我觉得之前可能也演到一些角色，是我觉得他可能他的就是底蕴是比较灰色、忧郁的那种，所以就会变得好像自己有某一些部分也跟他同步，然后就会整个人的情绪都是比较沉的，对，然后可能杀带青之回家后也是会，也是会我就带回家。是我就是那一种，你就是那种会带回家，对除我就是了杀青以后，在带回家一段时间再走。对，可能就要过生活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就是好像有一个开关那边按。专业演员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个开关的人比在较厉害他心里就是很吧。会演的，才你总不能会发生这些。很忧郁，然后一收工啊，回家了。但是回家总是会有一个，因为当你面对到另外一个人对象，他传递给你的感情绪是不一样的。你很自然就是会回应相对。可是有时候你就是会接不到那个球，因为你的状态不在而。且有时候感觉很奇怪，会你接不到反而是在故事，或是说这个角色的东西，你对他的印象轮廓会比较清晰。没错没错。反而回到现实的时候，这些东西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在你的印象里面就变得很淡，对轮廓都是比较对浅。，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其实可以大概可以知道说，我好像就是有一些重心转移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像这样。感觉这样子很像就是。生活很淡，就是你的现实生活中的变得很淡。变得很淡。然后，如果你们的家人，你的另外一半如果不是做演艺圈的人，他们会很委屈，很委屈。会非常委屈。除非他真的很支持我们在做这个行业，他支才有办法持是嘴巴说，但他内心还是会很委屈。就你内心会换个有他辛苦的地方，对，一定很辛苦。你是啊是啊你换个角度去想，你是演员，你没错假如你没错是他的话，对你一定会非常。会没错很辛苦，就是你对要接受一个人可能当然就是他回家你做什么我比较都永陌生远支持你啊什么对，但你心里的感受还是另外一种的。对啊。下午2点可以半，看，现在才2点半，所以呢，但不错，很少2点半有这么 chill 的感觉。本来就是很 chill。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就是时间已经到了，不管我们有做菜还是没做菜的话，我们就所以我们可能到4点都还在这里聊表演。对，他上次我要做菜，他一直我们今天会看你做菜吗？今天会煮饭吗？看你当下的情形，我们是很自然而然的发生。然后我们道具什么料啊都备好了，但要不要做就是看我们想不想。所以突然要不要间我想生活，我就出去了。他就走出可以去生活，而且我跟你讲，你想干嘛就干嘛。没错，你不要问他，因为你如果问他，你就会又被他留住，然后他又说，可是你想干嘛就干嘛，然你想要后就真的我懂了。对，我现在才明白这件事。没错，因为我就是一直千万抓到他的不要 tempo 把这个东西当做是一个通告，真的。就是不要问他，直接做。好，咖那请问啡喝茶。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吗？你的节目都喝咖啡喝茶自己聊啊，自己聊。他就是这样。双子座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也不太了解。说你自己吧。双子座很聪明啊，反应很快。双子座呢，他有一个很坚强外表的壳，然后那个壳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他很千变万化，然后或者是很疯疯癫癫的，但其实他内心其实只有一面的，只是那一面不会随随便便的让别人看到，你只把那面收起来，收起来而已。已。那你那面是就只有另一半看得到，谁看得到？不一定，就是另一半不一定看得到。可能就是会在某一个瞬间，就是不小心透露出来，但那个不一定是最好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爱人或另外一半。我总觉得我有看到啊。你有看过？是最放松呢，还是说最脆弱，或是什么情况才会出现？要看人。看对象，其实也不是喝酒就会显现出来，然后也不是真的是看对象，因为你不觉得你曾经有一种经验，就是有一些很 detail 的，你会跟陌生人说，
但你不会跟你的好朋友反而会跟没那么熟的人讲，或者不认识的人讲，就是表达你很内心的东西。在一个时刻觉在某得好像一个可以 moment，聊，对，好像可以讲，好像可以聊的时候，反而是你最亲近的家人啊，另外一半爱人什么，好朋友都不会，你不知道怎么开口，但你反而对一个刚认识或很陌生的人，你知道怎么说，你会有一个这样的瞬间吗？有过这样的经历？我非常少。天蝎座就是防卫心很重。不，我是反过来了。我这方面就是有时候连就是我的朋友都会劝我说，你这样子有一点点危险。因为我就是属于那一种，只要我认识你，或者是甚至不用很熟，说非常熟都有可能，但我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很信任你，我就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对，除了那种最机密。真的不能让人家知道，银行卡密码，对，就把卡都给他，那也太可怕了啦。卡可以给你啊，密码我会告诉你。就是我好像其实我很容易把人家当成家人，只要我感觉你释出了，你只要对我也是让我觉得可以信任的话，或者我真的很想关心你，我觉得我讲这件事情或许会鼓励到你，或者让你觉得很温暖或有陪伴感，我就会讲出来。对我真的没有特定说，这样是真的蛮危险的。对，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说，你不要觉得你认识这个人，你就可以这样，因为有些人是，他可能在你面前是这样，但是在是啊，对我反而是反过来，就是不要那么 open mind。对我是真的没有人都是会 open mind 的。我是真的蛮 open mind 的。你就是特例，你是我真的蛮特例，你要蛮怪的。熟悉到一个程度才会啊，正常人都是这样嘛。你也是哦。你不是，你是什么？你不是正常人，可是你都不会。他是神，他是神。你没有啊，你没有都不会吗？我很容易跟陌生人讲心里话。我也蛮。那你跟熟人会吗？我跟熟人不会，反而不会。哇！我记得我刚认识你那一天，我们在阳台聊了蛮久。台东。对。然后对，我那时候完全不认识他，他就跟我讲了一些他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想法。可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讲很多心里话的时候，当然不止你了，还有你一个很熟悉的同事。那时候好像我会觉得说，已经是我们比较熟的时候，你才讲这个。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对。当然，跟不熟的人，你讲的那些东西，可能是你可能会跟不熟的人很容易讲出你目前遇到的窘境，就是 right now。但是你不会，或是你现在某个困境啊，只是你不会更主动的去说。你想要怎么面对？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因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嘛，所以就很自然就讲出来。但那个现在立刻面对到的问题跟困难，那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没错，而且有些人根本意识不到。对啊，现在面对到什么困难？你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我现在遇到的困难，时间停下来的困难，应该是有点喝得太快。那还好啊。还好吗？我们快喝完了，我们马上就烤肉了耶！好猛哦，好辛苦喝完1瓶才可以烤肉，好想吃烤肉。你不要考虑机器，我们这不是一个通告。对不起，老师，先让我咳香。就看所以老师他耳机一边拿起来。你不用帮我 Q 姐姐，姐姐最后是我在审，我是制作人。你会扯铃？我扯王，吹去就给你。那我们把傅孟博的香肠拿走。啊，你在讲黄色笑话吗？